好吧，我得承认啊，比 F14更帅的是苏27，尤其是眼镜蛇机动下的苏27。飞机加速，机头向上扬起，但是并不向上飞行，而是继续向前移动，迎角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20度。事实上呢，飞机的机尾飞得比机头还要快了，在几秒钟之内，它便减速到了150公里每小时，然后它会放下机头返回平飞。这种独特的机动啊，是任何其他战斗机都无法完成的。当被用于空战时，它可以让苏27从不利位置与目标交战，比如向后发射导弹，简直是帅呆了。上一个视频留言啊，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苏27，哎呀，正中我心啊！其实苏27才是我的真爱啊！正好我找到了一篇非常棒的资料啊，里面全面介绍了苏27的前世今生，甚至还包括由它衍生出来的一整个战斗机的家族，比如苏27UB 教练机、苏33舰载机、苏30双座截击机、苏30 MK 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苏34战术轰炸机、苏35、苏37等等等等。不过大家呢确实得要等等啊，这篇资料是英文的，很长，我得翻译完才消化一下，才能讲给你听嘛。所以今天咱们就先浅聊一下，点赞够了我就安排更详细的，好不好？1986年末，一架苏联的喷气式飞机引起了全球媒体和专家们的关注，它的名字叫做 P42。它凭什么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呢？凭快的可怕的爬升记录，用25.4秒爬升到3000米的高度，接着呢，分别再用37.1秒、40.0秒和58.1秒爬升到了6000米、9000米和12000米的高度，从而打破了由美国战斗机 F15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最快纪录。P42它是什么鬼啊？所有人的脑袋里面都冒出了这个问号。其实它就是苏27啦，只不过是经过改装减重之后的苏27。因为根据国际航空联合会的要求，参加这项比赛的飞机重量必须要控制在12到16吨以内，但苏27的重量是20吨嘛，所以它被拆除了武器控制系统和雷达，缩短了中央尾梁，减少了尾翼面积，拆除了减速伞，去掉了记忆高升力装置，雷达鼻锥也被替换为较轻的金属材料。一方面是减，另一方面这是增加了，每一台发动机都增加了1000公斤的推力。于是魔改之后，它甚至在垂直爬升的时候呢，都能够打破音障了，堪比火箭啊！所以必须要用一辆很重的牵引车拽着，才能让它在跑道上滑跑，以防止它过早起飞嘛。所以苏联人一狠起来是真的狠啊！其实苏27从一开始诞生的目标呢，就非常明确，就是要干掉美国的 F15和 F14。1969年，苏联获悉了美国空军的 F-X 计划，即 Fighter Experimental 战斗机试验计划。该计划最终促成了 F15鹰式战斗机的诞生。莫斯科担心新型的美国战斗机呢，将会为西方带来显著的技术优势，超越现有的苏联战斗机，因此便立马寻找开发自己的先进战斗机起来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旨在打造一款高度敏捷的战斗机，要求具备远程打击能力、重型武器搭载能力和先进的传感器。对苏联来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啊！该计划最终被分为2个部分：轻型飞机 LPFI 和重型飞机 TPFI。LPFI 计划最终诞生了米格29，一种短程战术战斗机，而 TPFI 计划则分配给了苏霍伊，诞生了苏27。当然，苏27一开始呢，并不叫做苏27，它是以T10的代号出道的。苏霍伊设计局于1969年首次开始 T10的设计工作。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飞机的机动性，它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具有集成颈部稳定配置的飞机设计。苏27将成为第一款苏联的颈部稳定战斗机，其纵向飞行平衡由电传操纵系统来提供。接受纵向颈部稳定性的概念，换句话说，也可以叫做电子稳定性带来的许多优点是为了在高迎角下平衡的飞行需要上偏前缘凤翼，其升力加到机翼升力上，这显著改善了战斗机的升力，阻力增加也较小了。由于采用了集成的颈部稳定配置，苏27将获得卓越的机动性，使战斗机的高度变化达到了常规战斗机无法实现的程度，并使其续航范围在无需外挂油箱的情况下达到4000公里啊！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其他量产战斗机具备类似的性能啊！战斗机的气动布局采用了常规的方案，尾翼位于机翼后方，位于隔离的发动机舱外侧的承载梁上。飞机配有安装在发动机舱的双垂直尾翼，水平尾翼则是全动的，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偏转，还配备了副翼和方向舵。机翼高升力装置包含了襟翼，为了使动力装置在任何速度和高度下实现最佳的性能，安装在中翼下方的进气口采用了水平斜坡的控制。机身前部容纳了一个整体雷达，由穿透良好的雷达罩覆盖。驾驶座舱则提供了全方位的良好视野。起落架采用经典的3轮设计，前起落架
被移得非常的靠前，起落架舱呢位于驾驶舱下方，主起落架向前收回到中翼起落架舱，收回的过程当中轮子会转动，起落架舱前门也可以用作空气制动器。苏2.7的动力装置包括2台强大且经济的 AL-31F 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为12500公斤，确保了起飞推重比超过1，较低的单位油耗加上内部的油箱中储存的约8吨燃料是其大作战范围的保障。武器系统包括30毫米高射速机关炮、K-27中程空攻导弹和 K-73或 K-14短程导弹，与米格29轻型战术战斗机的武器系统呢属于同一标准，唯一不同的是载荷。米格29只能携带6枚导弹，包括2枚 K-27导弹，而苏2.7能够携带8枚导弹，包括4枚 K-27导弹以及 K-27E 改进型远程雷达制导和红外制导导弹。两款战斗机的综合武器控制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标准化的，都配备了苏联国防部科研所开发的多模式雷达，季霍米罗夫仪器研究所开发的 Rubin 综合火攻系统，其中不仅包括多模式雷达，还包括红外探测器、全视角瞄准系统和自动导航系统。该系统提供全时段空战能力，确保在无线电静默模式下成功对敌进行探测和跟踪。苏2.7战斗机设计配备双重控制系统，采用电传操纵系统，控制信号由计算机生成并传递到电子助力系统，控制系统采用备用的机械液压通道，为最重要的飞行控制系统提供冗余。电传操纵系统配备了4个冗余通道，其可靠性和容错能力显著提高啊！正如设计所预期的啊，苏2.7战斗机的气动和进步稳定配置以及现代化的电子飞行控制系统，确保了它卓越的机动性和飞行性能。其航程比苏联最好的远程轰炸机还要长啊！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战场生存能力和可靠的防护系统。所以它诞生之后，不仅作为一架空中优势战斗机监视着苏联边境，防御美国和北约轰炸机的入侵，同时还扮演了苏联远程轰炸机、护航战斗机的角色，为图160、图22M 和图95这些至今仍然在俄罗斯服役的经典轰炸机保驾护航。在诞生了几十年后啊，在满天都飞着隐形飞机的现在，苏2.7仍然能够彰显自己的存在。你说最强4代机的称号该不该颁给他呢？时尚这股风终于是刮到坦克身上了啊！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坦克披上笼子将会成为一个趋势。为什么？除了好，算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昧着良心说的好看啊！虽然这些笼子真的是有碍其颜值，但是却有利于其生存。最好的例子莫过于那些死要面子不要笼子的 M1 坦克了啊！首批进入乌战场的 M1被摧残的简直不成个样子，后来马上就学乖，立刻就加班加点把笼子给焊上了。可是你知道吗？在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在他们的坦克顶上加装笼子的时候呢，乌克兰还专门拍了一段视频来嘲笑他们，说你装笼子有什么用呢？屁用也没有啊！你看我们可是有标枪反坦克导弹的啊，可以完全无视你的笼子，照样掀翻你的车顶。视频里面的情况呢，的确是如此啊，这个笼子好像的确对标枪没有一点点的作用啊。但奇怪的是，随着行动开始，装上笼子的俄罗斯坦克不减反增了。俄罗斯人是傻吗？事实证明是很多人错误地假设了笼子的用途嘛。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些笼子起到的作用跟格栅装甲类似，目的是为了降低反坦克导弹的杀伤力，因为这些反坦克导弹用的基本上都是高爆战斗部，它不是用动能，而是用化学能来穿透装甲的。它通过空心装药的方式，以爆炸时产生的高温溶解金属药浸罩，再利用暴风波的冲击，将这股金属射流以高达1000到3000米每秒的速度推出，使其穿透坦克装甲并对成员造成伤害。不过它的穿甲能力跟它的药浸罩口距离装甲的高度有很大的关系，太近或者太远都不行。所以格栅装甲或者是坦克头顶的笼子就能够让这些反坦克导弹提前爆炸，错过了破甲的最佳炸高，对坦克的伤害自然就降低了。但坦克头顶上笼子是为了对付反坦克导弹的吗？还真不是啊！被标枪击中了，该炸还是得炸。于是有些人就笑得更欢了啊，大肆嘲笑这些笼子为警笼，并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在战场上彻底消失。但事实也恰好与之相反啊！这些笼子的使用量不仅增加了，而且还从原先的小型伞状笼子发展成了覆盖整个坦克的全封闭笼子。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无人机的出现。由于无人机可以轻松穿过笼子与坦克顶部装甲之间的缝隙，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笼子覆盖坦克的面积越来越大。但其实你要搞清楚啊，如果没有最原始的警笼，我们当然也就不会看到笼子在设计上的任何改变了。所
所以说嘛，即便这些笼子一开始就是为了防止反坦克导弹的，但是也误打误撞成为了防无人机的利器。所以随着无人机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坦克上的笼子的数量和面积也在同样的增加，并且一开始不是只有俄罗斯的坦克在装笼子吗？随着俄罗斯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机，乌克兰也不得不开始有样学样起来了，在他们的坦克上逐渐安装了所谓的 C 型笼子。随着西方坦克如豹2、挑战者2 M1的到来，这些笼子也开始极不协调的出现在了他们的顶上。谁让他们的车顶装甲也是那么的薄弱呢？第一辆安装了 C 型笼子的西方坦克应该是这辆挑战者2。最初豹2坦克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笼子的，但奇怪的是，这也没有导致很多豹2被无人机击毁。所以在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M1 就侥幸了他在首次大量部署中呢，没有加装任何的笼子，结果嘛，他就因此成为了无人机攻击的主要目标，导致了相当多的击毁。现在 M1 身上不仅安装了大量的笼子，还在原本不应该安装的地方呢，加装了许多的爆炸式反应装甲，看来真的是搞怕了俄罗斯则开始标准化的在工厂里面安装这些笼子，有些设计甚至将爆炸式反应装甲整合到了笼子当中，但很多这些设计并不理想，尤其是他们妨碍了成员快速离开车辆。也有些设计非常的奇怪，他们没有实际的覆盖坦克，而是安装了橡胶挡板。要注意，这是工厂制造的，不是现场临时给加装的。所以这些橡胶挡板的设计意图到底是啥呢？我估计大概是为了减慢无人机的速度，避免其隐性的激发，或者是使其偏离目标位置。还有一个更为夸张的笼子设计或者说是更为荒唐的笼子的设计叫做乌龟坦克。如果你还称它为笼子的话，因为它们大多覆盖着简单的金属板或者是金属片，其背后的可能意图是遮挡坦克，防止无人机瞄准坦克的弱点。但问题是，这样改造之后，你的坦克还能够有效的作战吗？炮塔旋转大大的受限，可视范围也严重的受限。一辆不能站的坦克开出去，只是为了不被干，意义又何在呢？所以，既然笼子已经成为了坦克身上必不可少的一样装备了，那不如咱们就来好好设计它呗。向时尚界多取经嘛，毕竟把廉价的东西做出高级感，谁能够玩得过他们呢？最后我要补充一句笼子这个潮流到底能够持续多久？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那就是得看用来对付无人机的主动防护系统何时能够诞生了。德国和法国设计的最新型坦克都配备了整合雷达的远程武器站，它们可以检测并锁定无人机。其他国家也都在针对无人机专门开发坦克的主动防护系统。矛与盾的游戏，人类还真的是玩不腻航母上面的电子弹射器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级？但其实它不过也就是一个 XXXL 版本的线性电机而已。你把这节课听好，出去吹牛够你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航母上的飞机都是依靠蒸汽弹射器起飞的。蒸汽弹射器通过加热大量的水产生高压蒸汽，然后再用这些蒸汽推动活塞，进而推动飞机。不过这种方法呢有许多问题。第一，它就是复杂性和维护成本比较高啦。蒸汽系统需要庞大的锅炉和管道系统，不仅占用空间，还需要大量的维护。第二，能量效率低，蒸汽弹射器的能量转换效率不高，很多能量在过程当中就损失了。第三，加速不均匀，蒸汽系统的加速曲线难以控制，容易对飞机和飞行员产生过大的冲击。于是这些问题就促使科学家们寻找更加高效、更加可靠的方法，最终就催生了电子弹射器。电子弹射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力来加速飞机起飞的系统，其核心原理类似于线性电动机。那究竟什么是线性电动机呢？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传统电机的直线版本。传统电动机是通过旋转运动产生机械功的，而线性电动机则直接产生直线运动，所以非常适合需要直线加速的应用场景，比如航母上的飞机弹射。其工作原理是通过电磁感应来产生运动，它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固定在飞行甲板上的初级部分与飞机相连的次级部分。次级部分通常以滑块的形式出现，初级部分包含一系列的线圈，这些线圈被固定在航母的甲板上，通电之后会产生一个强大的电磁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排排的电磁铁，当电流通过时，它们会产生磁力。次级部分包含与这些线圈相对的磁铁或者是另外一些线圈，这些磁铁或线圈位于滑块上，与飞机连接。当初级线圈产生磁场时，次级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并产生相对的磁力，这个相对的磁力于是就推动滑块沿轨道前进，最终将飞机弹射了出去。飞机的弹射步骤其实跟传统的
的蒸汽弹射器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它们被牵引车拖到弹射器的起点，起落架通过挂钩与滑块连接，此时弹射器的能量储存系统就开始工作了，就像我们给手机充电一样，电磁弹射器的电容器和电池开始储存能量，为即将到来的弹射做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后，电流开始流过甲板上的初级线圈，电磁场瞬间生成，推动滑块沿着轨道飞速前进，滑块带动飞机加速，就像是看不见的手在拉着飞机往前冲，飞机在短短几秒内达到起飞所需要的速度，然后挂钩自动释放，飞机冲向蓝天，继续它的飞行任务。相比起传统的蒸汽弹射器，电磁弹射器的优点当然是不少了，它的加速可控，电磁弹射器可以精确控制加速度和速度曲线，使飞机在起飞过程当中所受到的冲击力和应力最小化，这对飞机和飞行员都更加的友好。它的能效高啊，电磁弹射器的能量转换效率更高，相较于蒸汽弹射器减少了能量的损耗，它维修更加方便。电磁系统的机械部件较少，减少了维护需求和操作成本，它还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能够适应不同重量和类型的飞机，灵活性更高嘛。然而，就像硬币也有另外一面一样，电磁弹射器也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比方说了，初始成本高，电磁弹射器的研发和安装成本较高，航母需要进行大量改造才能够安装这种系统，还有技术复杂性比较高啦。电磁系统需要先进的控制技术和高性能的电力系统，这对于航母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对电力需求的大胃口了。电磁弹射器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这对航母的电力系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所以很有可能需要配备核动力系统才能够确保足够的电力供应。那不上核动力是不是就玩不转电磁弹射了呢？也不是的啊，主要是看谁在玩，怎么玩。对于常规动力航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样技术来解决电磁弹射器的电力需求。第一，我们需要先进的发电系统。常规动力航母可以配备先进的燃气轮机或者是柴油发电机，这些发电机可以在需要时快速启动并提供大量电力，满足电磁弹射器的瞬时高功率需求。第二，靠谱的能量储存系统。通过安装大容量电容器或者是电池系统，航母可以储存电力并在弹射时快速释放，这有点类似于混合动力汽车的工作原理，平时储存能量，在需要时快速释放。第三，优化的电力管理系统。航母可以优化电力分配，确保在弹射过程中将更多的电力优先分配给电磁弹射器。非关键系统可以在弹射过程中暂时减少功率消耗，以确保弹射器有足够的电力供应。最后是智能电网技术。使用智能电网技术航母可以更加高效地管理电力需求和供应，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电力支持电磁弹射器的运行了。好了，今天又学到了啥呢？你知道吗？大车放屁可厉害了啊！不管你是跟过大车、坐过大车还是开过大车，一定都会经常性的听到它噗呲噗呲的放气声。为什么呢？因为它肠胃不好嘛。是因为它的刹车是要用到气的。对了跟小车使用的液压制动不同，大车通常用的都是空气制动。咦，原因到底是什么？听我解释归根到底就一点安全。液压制动有一个巨大的局限，那就是一旦系统出现泄漏，就可能会导致其完全失去制动力，这对于大车而言是灾难性的风险刹车失灵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事故，但是对于小车来说，其重量不过就2-3吨，本身对刹车的负载就不大，就算是刹车失效所面临的风险和后果都算是可控的，所以用液压制动就足够了。但是对于大车，尤其是那些轻轻松松就能够拉个几十上百吨的货的大车来说呢，其刹车系统就必须要克服这样的局限。气刹系统就是设计用来克服这种潜在的故障的。不同于使用液压的液压制动，气刹依赖的是压缩空气来操作的，这根本区别就提供了几个对重型车辆至关重要的优势。首先，气刹它是故障保护型的，它通过2套制动系统来配合工作，一个叫做紧急制动器或者叫做停车制动器，另外一个叫做常规制动器。如果发生空气泄漏，紧急制动器会自动启动，把卡车直接给刹停了，避免了危险。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是弹簧跟空气玩了一个平衡的游戏。在正常行驶时，制动室内的压缩空气会平衡弹簧的压力，使刹车保持在松开状态。而当气压系统失效或者是出现泄漏时，例如气泵故障或管道破裂，弹簧就失去了气压的平衡，会自动压紧。是不是很简单，但是又很有效呢？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完整的看一看这整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气刹系统的主要组件包括空气压缩机、储气罐、制动室和控制气流的各种阀门和滚路。整个过程始于空气压缩机，它由卡车的发动机来驱动，负责将空气加压，并将其送入到储气罐中储存，直到需要时使用。这些储气罐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储存了足够多的压缩空气，即使压缩机暂时停止工作了，也能够多次施加制动。这种冗余设计使
是另外一个安全特性的体现吗？确保即使在压缩机出现故障时，卡车也能够停得住。当司机踩下制动踏板时，储气罐当中的空气会释放到制动管路当中，进入到位于每个车轮的制动室。在每个制动室的内部有一个隔膜或者是活塞，当施加空气压力时，它会推动与制动机构相连的推杆，使刹车片与刹车鼓或者是刹车盘接触，产生摩擦，减慢卡车的速度。制动力的大小与施加的空气压力成正比，司机因此就可以控制所需的制动力度了。气刹系统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叫做双回路系统。大多数卡车都有2个独立的气路，每个回路控制不同组的制动器。这种设计确保即使一个回路失效，另外一个仍然能够工作，给剩余的车轮提供制动力，让卡车也能够停得下来。你看这种双回路系统是不是又是气刹系统当中的一个安全层呢？进一步为停下这些庞然大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下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空气干燥器了，它也是气刹系统当中的关键组件之一。空气压缩机从环境当中吸入空气时，也会带入水分，如果不加控制，这些水分可能会在刹车管路和罐子当中凝结，导致寒冷天气中的结冰或腐蚀等问题。空气干燥器在压缩空气进入到储气罐之前，会去除其中的水分，从而防止这些问题，确保制动系统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能够可靠的工作。安全阀在气刹系统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关键阀门叫做调节器，它会根据系统当中的空气压力来控制空气压缩机的输出。当压力达到一定的水平时，调节器会发出信号，指示压缩机停止压缩空气了，以防止系统过压。此外呢，系统当中还安装有压力释放阀，如果压力超过安全水平，这些阀门会将里面的空气给释放掉，保护整个制动系统免受损坏。以上这些都保证了气刹系统的高效高可靠性，显然就是它成为了需要经常长途跋涉、经常穿越山区，或者是经常在恶劣天气中行驶的卡车的标配了。所以你学会了吗？如果有什么心得的话，可以在每周1、3、5天晚8点到我的直播间来交流，我等你哦。为什么加油站不让用手机？它显然跟安全有关啦，但是又一定跟你所理解的安全无关。听我解释，因为它对安全造成的最大威胁只是容易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而已。使用手机容易让人分心嘛，导致加油时不专注，从而可能会引发事故。例如，司机一边加油一边打电话，可能会忽略油枪是否插好，或者是在加油结束之后忘记将油枪取下，这都会增加事故发生的几率，当然就要尽可能的避免了。是不是跟你想象的完全就不一样啊？加油站禁止使用手机的规定起源可以追溯到早期手机普及的时期，那时候的手机还是个高科技的玩意儿人们对移动设备的安全性尚未完全了解，加上对电磁波、电池技术等等的担忧，就使得这个规定逐渐成型了。下面我就来仔细的跟你聊一聊这事。禁用手机的第一个原因呢，是来自于对电磁干扰的恐惧，它起源于20世纪80到90年代，那个时候手机刚开始普及，并且那个时候他们所使用的技术与今天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手机体积较大，功率较高，发出的电磁波也比现代手机要强一些。由于加油站内有许多敏感的电子设备，比如像加油泵气体探测器等等，人们就担心手机的电磁波可能会干扰这些设备的正常工作，从而引发事故虽然这种担忧并没有太多实际的事故证明，但人们对于新科技的未知性就使得相关的担心被广泛传播了。第二，这是对静电火花的担忧，人们怕手机可能会产生静电或火花，从而引燃加油站内的汽油蒸汽虽然手机电池设计上是不容易产生火花的，但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手机损坏掉落或者是过热，确实可能会引发小的电火花。而在加油站这样的易燃环境当中，任何一点的火花都是可能会引发爆炸的。第三，你敢信吗？这里面还有都市传说的推动呢。在1990年代到2000年，手机引发加油站火灾的传闻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媒体、新闻和一些未经证实的报告中流传着手机在加油站导致爆炸或火灾的案例。尽管后来这些案例大多被证实为不实或误解，但公众对于手机和加油站安全的担忧进一步的加剧。例如2003年一篇流传广泛的报道称在世界各地有多起因为使用手机而导致的加油站火灾，后来被专家否认了，但影响依然形成。流言终结者也用实验来验证过哪怕是不断的往被包裹在汽油蒸汽里面的手机上面打电话，汽油也并不会被点燃。但你知道大众的心态嘛，宁可信其有，也不可信其无。接着是第四，就是出于预防原则和严格的规定了。为了避免任何潜在的风险，不少国家和地区在这段时间内就出台了严谨的安全规定，加油站张贴了禁止使用手机的标志。这一规定基于预防胜于治
治疗的原则。毕竟，即便风险很小，但一旦发生，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全球大多数加油站开始普遍要求在加油时不得使用手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发展，许多研究表明，现代手机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并不会对加油站构成直接威胁。但由于这个规定早已经深知于人们的安全观念当中，而且即使手机并非是主要威胁，使用手机分散注意力确实会引发其他的安全问题嘛。因此这一规定至今仍在执行。今天你终于知道真相了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必须要知道我会在每周1、3、5天晚8点直播，记得准时来哦。告诉你一个秘密，坐飞机开飞行模式唯一的重视延长你手机电池的寿命。开什么玩笑？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不应该是为了飞行安全吗？我问了很多朋友大家的一致答案都是开飞行模式是为了防止手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可能会干扰到飞机的导航或者是通信，进而引发事故。所以我说只跟延长电池寿命有关，不是在开玩笑吗？是也不是，下面请听我解释。整个事件的起源发生在美国，毕竟那里是最早坐上飞机的地方。1961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及 FAA 发现一些便携式 FM 的收音机可能会干扰飞机的导航系统，因为他们使用的是临近的无线电频段。出于谨慎考虑他们禁止了几乎所有的个人电子设备在飞机上的使用。但航空公司可以测试任何设备的干扰情况，并绕过 FAA 的禁令，允许自己的乘客将电子设备带上飞机，除了一个例外，那就是手机。因为 FAA 管不了手机手机的管理权归属于另外一家机构，那就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你说奇怪吗？一个管手机的机构干嘛干涉人家天上的事情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涉及到他们的利益。我们都知道，手机的通信是靠地面基站来完成的。在地面上，由于我们的周围充满了建筑物或者是其他高耸的物体，手机通常只能够同时连接到一个或者是2个基站，但是在空中它可能会同时连接到10个、20个甚至更多个基站。 FCC 于是就担心，如果飞机上的200部手机以每小时800公里的速度飞行时都在连接基站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迅速连接很多个基站，导致过载，然后让这些基站宕机了。因此他们干脆就在1991年全面禁止了飞行当中的手机使用。现在各个航空公司和航空管理机构只不过是在一直延续这一墨守成规的规定罢了。但 FCC 最初的担忧，或者说是他们构建出来的这个理论，真的就成立吗？很可惜这也是一个一拍脑袋就做出来的决定。要知道飞机是一个巨大的金属外壳，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法拉第笼，所以它是能够屏蔽掉几乎所有的电磁信号的。这就是为什么飞机的天线总是安装在外面的原因啦。我们的手机信号只能够通过窗户逃逸出去，这就意味着它们只会沿着水平方向向飞机的2侧传播，因此信号必须要传播很远很远才能够到达地面。再加上地面基站的天线又是向下倾斜的，因为那个地方才是他们主要收集信号的地方嘛，所以从空中连接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你飞得非常低。因此手机只会在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干扰地面网络。虽然这种干扰的确会影响飞机与塔台之间的通信，但据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一场航空事故是由手机的使用造成的。禁止使用手机的规定之所以还存在，大概只是大家一点险都不想冒而已。但是我说了这么多，你在下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听从航空公司的管理哦。该开飞行模式还是得开哦，毕竟遵守规则也是安全的保障嘛。我很好奇一点，是你们通关黑神话悟空游戏用的时间更短，